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密。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欢迎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张延廷将军。思密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上志哥。思密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思密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赶快来看到川普炸桥，希望能够逼退伊朗。那么另外一方面，伊朗则是反手开始猛攻击美国在中东的许多地方，包括13个美军基地因此瘫痪。今天还会关心到，包括了甲骨文也遇袭了，美国使馆则是赶着说赶快撤离吧。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大家还记得吗？昨天在台湾时间的这个早上9点，川普还一直说了胜利了，但是结果不到24小时，他立刻是发布了最新的影片，庆祝美军摧毁了伊朗的关键交通的命脉，也就是伊朗的 B1 大桥。我们先来看一段现场的最新画面。这个大攻击其实已经造成了8位平民死亡，还有95个人受伤。这当中受难的几乎都是无辜的平民。川普说了，他的目标接下来还包括了能源设施、民生基础设施，甚至整个国家的这个体系，他都要把它全面毁灭，来逼对手投降。但是伊朗有投降吗？现在看起来根本完全没有退缩，而且是持续的火力全开。伊朗的军方放话了，他们会打到底，坚持战斗到底，直到美国跟以色列投降为止。而且攻势接下来只会更猛烈、更广，而且更强。伊朗确实如他所喊的，说到做到了。我们看到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卫星照片曝光了伊朗连袭美军基地，包括了美军的萨德系统、雷达、E3预警机都被炸毁，残骸也最新曝光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来看到伊朗这个系统性的攻击，包括了非常多个点。我们先来看到它的报复，确实现在竟然还是升级的。真实承诺4进入到第90、第91波行动了，打击以色列的军事基地、它的军工设施。革命卫队直接宣布了，在加兹温的上空击落了一架敌军。另外来看到的是打击范围更广了，除了以色列之外，还有许多的海湾国家。以色列的主要城市持续的，还有它的武器工厂都受到攻击。阿布达比美国的钢铁公司也受到攻击，在巴林的铝业基地、亚马逊在巴林的资料中心，跟杜拜在甲骨文的资料中心等等，都受到了攻击。再来就是伊朗还联合了包括也门胡塞组织跟亲伊朗的民兵，针对以色列特拉维夫做飞弹、导弹的攻击之外，还持续的攻击24小时到48小时内持续的攻击巴格达等等的地区。这场战争打到现在，看起来已经变成耐力战，还有民族韧性的对决了吗？美国的拦截战果现在看起来也不如以往这么的有效了。防空系统有没有出现漏洞？将军怎么看？第一个，如果说是川普按照他昨天的台湾时间，昨天早上9点钟，他说要将伊朗这个炸回石器时代哈，就我认为他这次去炸这个桥的动作，确实是有这种企图，但是我觉得就像是这个有一种无赖的打法哈，你有本事的话就对军事目标来实施攻击嘛。那打到现在，他号称打了13000个军事目标，这是川普所讲的。但是打了13000个目标，我认为说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伊朗就在昨天哈，他这个演讲完之后20分钟，立刻对以色列发射200枚的重型导弹，还有400架的无人机的攻击，很明显的打脸川普。那我觉得川普这个老脸无光了哈，这个你自己讲了，打了13000个目标之后，就没想到伊朗的反击力道还这么大，证明这个伊朗现在它的有生战力，也就是它的导弹跟无人机保存的状况来讲的话，还是很好，只是说还剩多少我们不晓得哈。那美国可能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今天川普去炸这个桥，有一点像是诬赖哈，就我打不到你军事目标，我就拿你民间的目标来出气。我打大人打不过，我就打小孩子出气。我军队打不赢你军队哈，我就拿老百姓的民用设施来出气。
当然，我相信在这种状况之下，伊朗一定会对等的报复。我们看到伊朗大概现在就是扬言要对18个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科技公司的目标来实施打击，包括到甲骨文包括到亚马逊这些数据资料中心来实施打击。你知道对这几个地方打击。其实他是这个，虽然说打这个地方，但是我相信这些商业巨头一定会给川普压力。我在这边这个开了这个公司，我在这边如果说遭受到损失，后续的损失资料没办法传输那后续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都知道这个后勤是很重要，后勤要靠补给路线。那补给路线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个机场、这个港口这个飞机管道运输，还有铁路、公路之外，大家不要忘了还有一种路也很重要，就是网络运输也很重要。这时候，如果说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科技巨头的这些网络都遭受到损失的话，我相信不只是海湾的国家会遭受到损失，甚至于包括到美国自己在这个地方的商业的利益也会遭受到很大损失。那现在这场战争很明显已经变成一个这个民族情绪的一个拔河战。但是我认为长期下去，美国一定是不利的怎么讲呢？有几点不利。第一个，成本上面你美国划不来嘛。美国现在你用的导弹爱国者导弹一枚要300万，它的无人机也不会就是2万块钱，这成本上面就很明显的不对等。那据我得到的数据来讲的话，美军它总共这次拦截了伊朗有1200枚的导弹。那如果说我们用2枚拦截1枚的话，美军已经耗损了2400枚的爱国者。那它一年可以生产600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数据。也就是说，它4年之后才可以完成它的库存补充那萨德这个火箭也是一样，萨德的飞弹目前来讲，美国一年可以大概生产100枚，但数据来讲，它大概已经打了500枚的导弹，那也就是5年之后才能够补充完毕。这是防御型的。那攻击型的就是战斧型巡弋导弹，目前得到的数据是，美国用战斧巡弋导弹实施攻击，大概用了850枚的战斧型巡弋导弹。那美国目前有的这个战斧型巡弋导弹可以用的，它当年总共生产了9000多枚。可是因为这个导弹必须要随时保持更新这个维修，你才能够随时保持在可用状态。它堪用的数据是3900枚，也就有1/4的战斧型巡弋导弹已经对伊朗已经发动攻击，已经使用完了。那如果后续要补充的话，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我特别要强调，战斧型巡弋导弹比爱国者还更糟糕，因为战斧型巡弋导弹是从军舰上面发射的，或者说从潜艇上面发射。它打完之后，这些军舰、这些潜艇还回到港口再去补给，所以说对补给线来讲的话，对美国会造成相当大的不利。你这些导弹在海上打完了之后你还要回到港口再补给，才能够再装填了所以我觉得这几个来讲的话，很明显的这个伊朗可以说是具有在地优势。那美军来讲，因为补给线拉得很长，对他来讲长期如果说形成一个长期消耗战，对美国来讲还是不利的。好，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场战争，其实已经拖累了美国它的整体战力，不管是这个防御型的武器库存吃紧之外，攻击型的武器同样是数量面临到巨大的压力。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海湾国家对于美国的信任度会不会有所下降呢？等一下请张将军带我们看，包括了现在美国驻巴格达的大使馆已经开始发布了最紧急的通报了，说美国公民、企业还有外交设施所有的能源、饭店、机场，所有的人员赶快撤离吧！甚至是连伊拉克的政府机构、平民都可能受到波及。而最新消息包括了现在在中东波湾地区呢，许多的科技业，政府已经要求在这边美国的科技业者居家办公，有许多家的企业已经发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最新公告。另外，在来自于《纽约时报》最新的分析指出，美军驻中东基地的最大困境就是它整个体系都出现了问题，包括它在中东的13个美军基地已经遭到瘫痪或者是重创，美军史上从来没有遇过如此大的重大战略考验。另外，包括我们来关心在空中，美军的16架的 MQ9 死神无人机也被击落，损失相当于5亿美元。波湾对于美军的信任会不会受到大减少？那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受到一些影响，因为美国这个作战节奏并没有掌握得很好，整个的这个作战的外溢。
那换句话说，他的战略的判断是有问题的。他本来打4天，结果打了1个多月，而且在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出要结束的迹象。那换句话说，美国对这一场战争的控制上面，还有他整个计划的实施，都产生了很大的问题。他说，首先他的这个战略情报，我认为出了很大问题。他说有90%的伊朗的军事力量已经被摧毁，就伊朗的真实承诺一波一波还源源不断、源源不绝。换句话说，川普所得到的战略情报出了非常大的问题，过度乐观。那下面呢，都是报喜不报忧，蒙蔽了川普，让川普做出了错误的战略判断，下错了战略决心。那现在不知道怎么办，要打回石器时代，除了打核战能打回石器时代，打传统战争，美国是没有办法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的。那现在来看呢，这个政治信用会影响到，为什么？因为美国连一个小小的荷姆斯海峡都没办法打通，荷姆斯海峡最窄的地方33公里，你都没办法保证开放，都要让伊朗坐收过路费。那换句话说，伊朗在这方面是有底气的，你美国没办法，美国敢不敢派飞弹驱逐舰去护航？不敢，因为伊朗就算没有海军，但是它有地对舰的反舰巡弋飞弹，它怕一击中2枚，这艘飞弹巡洋舰就要沉了。所以美国不敢，到现在为止不敢护航荷姆斯海峡的油轮通过，那就让伊朗得逞了。伊朗就抓了这个战略水道，我坐收过路费、通行费，你们要给我缴，按照吨位，按照跟我的亲疏远近的国际关系，大家来谈。现在反而变成伊朗占上风，反而不是美国。美国一直后来要甩锅给英国，甩锅给德国，甩锅法国，你们自己来护航。你看看，美国竟然有驻军，法国、意大利、德国，他在中东没有驻军嘛，只有武官而已，没有驻军啊。你现在甩锅给他们，自己没办法。这美国已经分身乏术了，就是所以他的政治信用受到动摇。那现在最重要的是，其他国家都认为美国过度挺以色列，美国挺以色列的话，那你现在中东国家会不会有看？你就是挺以色列打仗啊，你现在被打那么惨，你有没有办法做战场的控制？你有点感觉到失控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你的战损非常严重，因为伊朗是打他的美国这些商高科技的打，你看，包括雅虎，包括 Intel， 对，也包括亚马逊，高科技打。第二个，我们所讲到的高架，你注意看，他选了高架的目标打。第三个，这个重要的指挥中心，你包含他的这个核子能力研究中心，包含以色列的国防军的总司令部，你看都打这个，或者高作战价值的哎，他是来打高科技高价的嘞，所以他打3高。那这样子，伊朗以简易的武器来打高价的，变成事半，这是功倍啊！所以美国在这方面整个作战节奏并没有掌握好，它的反导系统跟关通系统都被以色列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让美国在这一方面的反应还有后续战力的发挥都受到了非常大的挫折。好，美国的情报现在得知情报的效果不佳，那反倒是我们看到伊朗现在实施的精准打击，都是打这些将军提到的这些高价值的目标。那包括使用飞弹之外，还有包括了无人机。现在传出来说，尤其这些无人机可以源源不绝，就是因为它的零件来自于中国大陆跟香港等等的企业吗？而且在运送的过程当中，其实会经过很多的地方，包括了土耳其、印度，还有中亚地区、越南、哥斯达黎加等等，甚至是阿联酋。代表换句话说，已经变成了一场全球供应链战，让伊朗可以这样子打持久战吗？再来就是说，媒体也点出了伊朗它其他的重要5大的底牌当中，包括第一个，它是低成本武器消耗高端的装备；第二个，确实民主国家嘛，川普现在面临的就是政治的压力，其中选举跟弹劾的风险；再来就是民族主义革命卫队的意志坚强；再来是第4个，地下分散的军工体系让伊朗有源源不绝的导弹，跟最后一个，伊朗拥有上百座分散电厂，可以确保他们的军工跟民生。这些原因，所以提升了伊朗在这个战场上面可以如此的持久吗？尚志哥怎么看？伊朗的无人机实力其实从俄乌战争的时候就知道了，因为他当时供应俄罗斯支援俄罗斯的无人机。但究竟实力有多强，在这次美以伊战争，大家就会看得比较清楚。
那从2月底开战以来，现在统计大概伊朗盘点一下，大概打了3600多架，甚至更多，大概4000架左右无人机。而且现在伊朗的海空军被打残了之后，就是靠他们导弹跟无人机才有攻击力，特别是攻击美军基地，把美军基地就打得死去活来。好，现在其实大家盘点打了这么多架，但是伊朗到底手上有多少架无人机？那早先大家都说伊朗可能有10万架。而且这里头大家已经看到，伊朗自己研发的这个萨赫德或者见证者136是真的蛮厉害的哦，它的攻击力真的很强。那但是这里头大家还注意到，伊朗的生产力预估他们1个月可以生产1万架，而且现在伊朗生产了大概有40多种无人机，所以看起来伊朗在生产无人机方面很厉害，所以难怪美国情报系统就在追。伊朗，你好吧，你能够生产这么多，但你的零组件从哪里来？你能生产这些零组件吗？没有，所以零组件当然绝大多数从中国来采购。所以这是美国情报系统在追的过程里头发现，它就是在香港，认为说是由伊朗事实上在香港设立一个外界不知道的一个公司。那我透过这个公司在香港对于中国大陆，尤其是天津这个系统去采购很多无人机的各种的零件。那现在采购到多少跟具体的数字不知道，但是美国情报系统你找到这个渠道应该是有的，而且这个渠道当中可能采购，你说中国大陆要出口这么多，当然中国大陆都知道了，无人机现在无论是整机的市场消费的像大江洲这样的全世界70%以上，那零组件更是不在话下了，什么都有。那现在无人机我们看伊朗是自己采购零组件，自己组装，自己来研发。量这么大，你说中国大陆包括官方军方会不知道吗？所以这里有个微妙性，现在是美国情报系统还在继续在调查。但我们知道，其实在香港采购完之后，回到了伊朗。那么伊朗现在自己本身主要有3大，包括航空无人机的制造系统，包括了见证者航空、盛传航空跟伊朗的它的这个航空制造工业制造航空公司。这3大系统就是在做，所以这里头其实也被美国情报系统在掌握的差不多。但目前看起来，整个对于无人机的部分虽然能够掌握，但是这个零组件透过中国大陆大量的采购，你没有办法斩断。因为这毕竟来讲，中国大陆可不只是供应伊朗，而且伊朗还供应了包括乌克兰，也供应了包括俄罗斯。全世界现在各类的零组件的采购，这个量是难以想象的。所以你要阻断或你要对中国大陆有任何部分施压，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但是只是说在这里有没有运输的部分管道？因为在香港采购之后怎么运呢？海运吗？还是陆运？而且陆运当中从中亚怎么走？当然，伊朗也很聪明，它不会只透过一个路径在运送这些零组件，所以它是非常大量的，而且也不是直接从香港运到伊朗，可能透过哈萨克，可能透过中亚很多的国家来规避美国的追击。所以看起来，伊朗现在在整个美以战争当中有非常多厉害的无人机。但背后整个在我们讲这个军事产业供应链，它不像美国有这个军火商、军工业，但是他们为了要供应，让自己拥有非常强大，刚刚讲10万架现在手上的这个存量哦，而且还要继续每个月1万架的继续的生产，所以伊朗这个部分底气还是来自于现在目前还没有完全被掌握的这个由零组件、香港、中国多陆路甚至海路。辗转运送到伊朗这个过程，目前还没有被掌握，也还没有被破获。好，谢谢尚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今天的战情是我们要持续来特别关心到是这一次美军正在计划的抢夺浓缩铀的这一场战争。那么伊朗针对于这场战争，它已经最新放话了，如果你真的敢派地面部队的话，我们也准备好了700万大军等着杀你们。今天就这一场战役，我们做一次比较深入的分析。这是来自于不是空穴来风，《华盛顿邮报》最新披露，川普已经下令了，制定派遣地面部队进入到伊朗，要做什么呢？夺取的就是454公斤的浓缩铀要做的地面突袭方案，并且呢是在五角大厦的部分，上周就已经提交了这份报告。好，内容包括说他们设定好了
接下来会用空运的方式，重型的挖掘设备进入到伊朗之后，在当地立刻建立一个简易的跑道，然后让特种部队可以深入到核心设施，最后他们预估可以在革命卫队的眼皮子底下直接搬走，有这么的容易吗？我们也来稍微分析一下几个层面，这一场战争夺取浓缩铀的难度到底有多高？首先就任务的难度来说，专家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等一下我们会请将军来特别帮我们做分析。他为什么说不可能呢？因为浓缩铀设施，他说深入在非常深的地底下，美军要深入敌境高达数百公里才可能拿到浓缩铀啊。再来就是后勤的问题了，你能不能撤出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算你成功夺取了454公斤的核材料，但是你要如何撤出，这是最大的危机。再来就是美军的军心不稳，最新也开始出现了一些高层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的陆军参谋长乔治啊，竟然被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要求他要提前的离职，实际是这一场战争准备要升温的时候，乔治呢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曾经在伊拉克跟阿富汗服役过，他是对于地面战非常非常的有经验的。那为什么今天赫格塞斯会要求他离职呢？是不是现在军方里面已经开始有不同的想法了呢？等一下我们会来做关心。当然了，伊朗看到美国要发布地面战，他的这些高官是立刻出来喊话了：你敢进来的话，敌兵无疑可以生还，你们是把你们的士兵送进坟墓当中。国会议长直接喊话了，没关系，你们就来吧。伊朗已经有700万大军准备好了，等着美国放马过来。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到底有没有可能实践？会不会重演当年越战的一个灾难？再来就是关心到人事案了，美国的参谋长被要求提前离职，是不是就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内部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呢？厉将军怎么看？孙子兵法有一句话：不知三军之事而干三军之政，则三军心又疑且乱，就是它就产生疑问。所以这很明显的，你赫格塞斯你只是一个主播出身，那你如果说军事行动，你一定要尊重这个军人的专业的判断以及计划。那他做不到的，你要尊重他做不到。对不对？那你不能强迫他要去做，他做不来，他跟你提供建议，那你就叫他离职。我觉得这最后就是等于军心整个会混乱掉。那这场行动我大概说明一下，我认为美军他的想法真的是非常的天真，也非常冒险。他认为凭着他强大的制空能力，现在伊朗大概没有制空能力，他开辟一条空中安全走廊。那利用这条空中安全走廊从从伊拉克或者是从波湾海湾的国家这边到达这个伊朗的放浓缩铀的地点，然后用空降下去，大概空降82师大概3000个官兵一次跳伞下去，形成一个这种所谓的空降堡形成一个堡垒，四周的一个防御态势，然后将这个核浓缩铀放在中间，我形成一个四周防御。四周防御以后，这个伞兵在这边空降堡下去以后，那后续来讲，陆陆续续再进入这个工兵装备进去又开始挖拼命挖到浓缩铀挖出来以后，然后另外工兵还要干什么？负责建立一条这个简单的跑道让这个运输机可以起飞跟降落，然后跑道建立完，东西挖出来以后，再用这个飞机将这个浓缩铀运好飞回去。可是你这空降堡中间，我们要讲究几件事情。第一个，你兵力你想说用空降下去，这是地面作战的兵力。这个时候，伊朗难道不会对你实施反击作战吗？这是第一个兵力你就必须短兵交接。那第二个来讲的话，你的火力从哪里来？这个火力，我想说美军可能要借着它的 A10攻击机，那利用空中的炮火来支援地面作战。这又是美军为什么把 A10攻击机，就是调了16架在那个地方，可能想要借这个 A10这个提供地面部队密接支援的火力。第三个来讲的话，你要有工兵部队。第四个你的补给从哪里来？这些士兵在这种状况之下，你想想看，如果伊朗群起而攻之，
那你的弹药消耗量是非常快的，你必须这个空降堡里面不停的要有直升机啊，把这个弹药、粮食、油料，你去挖怪手挖，你也要油料、弹药、粮食，阿兵哥吃的。那你想想看，这个消耗量有多大？你怎么确保说这下去2、3千人，这一天每一个人光3个便当，你就要几架直升机才能够送得了哈？那当然这种战役哈，我特别举2个战史给各位听，大家知道说是2次美军都失败，第一次是在这个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场战役叫做夺桥遗恨花园市场计划。他们那时候美军进去认为说是诺曼底登陆成功之后，德军不堪一击，他们想要快速直接推进到德国境内，所以要占领莱茵河上面所有桥梁，然后地面装甲部队马上就推进去，先把桥梁控制住。就所有空降师下去，其中有一个师，美军一个师，就是这一次82空降师。就跳伞下去以后，由于没有得到地面火力的支援，结果跳下去后被德军的装甲部队3个师全部被扫光了，所以叫做夺桥遗恨，装甲部队也来不及会师，这是第一次。第2个战役是在越战，你刚刚讲越战的叫德浪谷战役。德浪谷战役，美军认为他的直升机很快用1个营的兵力去占领那个地方，也是形成一个空降堡，在那个地方机降堡。然后后续来讲，它的火力靠什么？靠地面炮火，因为那距离近嘛，所以地面的火炮可以掩护到它作战。但是没想到你最后来讲的话，也是你直升机一直不停的运这个，你要知道，不是光运弹药，不是光运油料跟这个兵员下去，你还有伤兵你要运回来，所有受伤兵你还要用直升机再送回去。最后这个营在那边就。当然了，按照美军那时候的说法，说他们达到作战目的也是得到一个胜利哈。那越军来讲的话，最后他们是撤退走了哈。这个营是撤退走，所以从这2场战役你就知道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的高。我想说，今天不只是美军的陆军参谋长，如果说因为这个案子被国防部要求你必须要这样执行来讲他真的是做不来，所以他就是这个不晓得是被迫离职还是主动离职。我想说，这个参谋长应该是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子弟兵送到战场去送人头，不能活着回来，所以他这时候宁可挂冠求弃。我觉得他离职是对的。如果说任何一个军人听到这种荒唐的一个作战计划，可能任何人都干不下去，除非你不把这个兵当自己子弟兵看。是好，厉将军认为这个作战计划是完全不可行的。那同样的问题，张将军又怎么看呢？我认为他这个是进入容易，但是要去撤退，任务执行完毕了，撤退困难。你怎么撤的？你简易跑道，你那么容易盖简易跑道啊？你认为几个小时1、2天就盖出来？没那么简单。那这个82空降进去，你3000人，你1架飞机站100人好了，你要30架飞机，最少会被伊朗撂下1、2架，100、200个人条人命先没有，还没有进入了。为什么？因为它这个核原料在伊斯法罕在德黑兰南部的450公里，那你要深入内陆。你派16架游猪做对地扫荡，还有战场主角，还有密接支援作战，不够，16架哪够？伊朗它是以逸待劳，它是部署在那个附近的，所以兵力不够，风险太高。我认为美国会列你2大，第一个风险大，第2个代价大。你要不要冒这个风险？第2个你要冒牺牲的代价，牺牲代价蛮大的嘞。那因为为什么空降都是轻装，冲锋枪或者是一个我们讲的火箭筒没有了，有没有重炮？没有，有没有自走榴炮？没有，有没有坦克？哪有空降坦克的你空降坦克你就不要载人了，那你看换都是轻装火力马上就用完。那伊朗上来的是重装，拿坦克来轰你，拿自走炮来轰你，你怎么办？而且你还没有就地掩蔽为什么？你是空降下来，是战力最脆弱，还没有集中呢。所以我认为风险太高，代价太大，不能轻用。今天的美国陆军参谋长他今天被辞职了，他这个赫尔格塞斯就是偏听，你讲实话了，你不能讲实话，你要讲好听话，说没有问题，你要这个样，那这样子，他今天是陆军参谋长，西点军校教育就是诚实跟荣誉，我今天要讲实在话，会有多大的风险，会造成多大的牺牲，会多大的困难度，而且伊朗的核原料不是光只是放伊斯法罕只有200公斤左右，其他还有好几个地方，它是分区屯储的。你这个拿走了，其他的呢？你怎么办？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好，那你离开，你不做，你不离开，有人来接替，完蛋。就是因为偏听，所以4天已经打了1个多月了。就川普也是他这个整个作战判断、战略判断都错误，就是偏听，要听好听的。你如果讲实话，
那你离开你不行。结果现在打成这个样，荒腔走板。美军没有这样子那么难堪的啦，美军战力是多强大，结果现在这个 MQ9死神无人机被打下那么多架，还有战机也有误击的事件，还有这个营区被好多地方被炸，包含E3A 的哨兵式的空中仪，那都非常高价很贵的了，还有 KC-135空中加油机，美军从来没有这样过的，现在变成这个样。你要偏听嘛？这些我认为，美国五角大厦他的高阶的军官，尤其是美国军联合参谋会议主席，还有他的这些委员们，一定都有讲过。这些，因为他们打过伊拉克战争，打过阿富汗战争，他们知道。但是你要讲好听话，不能讲实话，那你离开完蛋。那这样的他更惨，就变成了这种独裁式、专断式的指挥，那就完蛋了。因为赫克塞斯他只有干到少校，他连战争学院都没有读过，他哪懂得这些军事素养或战略指挥，有很大的问题，所以造成今天美国事倍功半。现在让这个伊朗的战争，我认为美国想要顺利完成全胜而归的可能性就非常低了。好，现在看起来这场战争打到现在，美军的战损极高哦。那当然了，不只是在军事上面的战损而已，我们要看到人命啊，人命也同样是非常的严重，数千死亡，那么数百万人至今是流离失所。而且川普接下来说了，他要打的就是海水淡化厂啊这些民生设施。那美国超过100位的国际法专家说，这个是违反国际法的。那到底有没有违反？上次哥又怎么看？最近这个讨论川普会犯战争罪，因为日内瓦公约1949年的时候说不能打民生设施，所以呢，一旦打民生设施，可是川普现在放话说要打你桥梁，要打你这个包括发电厂等等，所以美国的这个司法界大家其实是很严重的。要知道现在谁在被判战争罪？此刻当下有2个国家，一个是苏丹，一个就俄罗斯的普丁。那普丁是在2023年的时候被判战争罪，是什么呢？他是这个国际刑事法庭判他的。国际刑事法庭会判谁战争罪很少哦，历史上大概只有5个国家，过去是24世纪大战，德国、日本他们战败了嘛，到纳粹德国跟日本帝国，包括东条英机这些。此外还有前南斯拉夫、米洛塞维奇的这个暴政，还有包括我们现在卢安达，大家都有印象吧？对，而且还有这个就是柬埔寨波布政权。所以其实历来战争罪其实不太容易，而且战争罪其实也不是谁起诉你，往往要联合国安理会大家通过，或者是要最后然后最后说你这个太严重。比如说先前普丁就联合国安理会在讨论的时候，像包括中国或等等这安理会国家弃权，所以整个这个要判战争罪是很难的哦。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到底川普现在有没有可能判战争罪？这当然是司法系统在美国方面法律界的大家的谨慎，因为这是美以伊战争当中，如果你大家打来打去，核设施没有问题，可是你一旦涉及到最后跟民生有关，比如说刚刚讲，普丁为什么被判战争罪？他不是在乌克兰，你说你发动战争不是，他的罪名是说普丁把乌克兰的孩童把他们运送到这个俄罗斯，就是用这个来起诉他哦。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还有什么战争罪？比如说加萨走廊，对吧？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在加萨的这个种族灭绝也被认为要战争罪，包括在人口安理会很多人提出，可是现在还没有成案哦。因为这里头包括美国就否决，所以这里头其实我们不是看到这个残酷本身是一个自由起诉的，而且在这个国际刑事法庭有100多个国家要签约，我们都知道整个美国、中国跟俄罗斯都没有签约，大家高高在上，所以呢，也就普丁，我们现在不是有听说吗？他被判战争罪，说如果普丁出国到任何的国家 G7 或等等各方面出席的时候就要被逮捕，所以这个里头其实还是有非常严谨的国际系统。但随着现在美以伊战争现在越打越凶，大家杀红眼，从原先的这个军事设施，一旦往民生设施方向走，包括一旦往平民百姓有更多的伤害，那这个战争罪最后要有受害者或代表受害者来起诉，所以其实不是很容易啦。但现在对于川普有这么样的一个指责，提醒他要特别注意，主要是在于美国内部也很害怕，一旦杀红眼的时候，就让美国自己本身的民主法治的这个威名受到伤害。好，谢谢尚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来关心到荷姆兹海峡在被伊朗掌控之后，接下来会如何来做运行呢？它现在其实伊朗方面是联手阿曼来设下各种的关卡，那现在40国恐怕只能排队谈判，接下来付钱如何通关等等。根据了解呢，伊朗光是靠着这个荷姆兹海峡的这个过路费收钱，每年可以狂赚1200亿哦。那么核导弹会不会因此可以加速靠着这些资金来做发展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赶快来看到这一场是由英国的外相特别主持的一场会议，联手的，他说用联合的手段要一起来重启荷姆兹海峡。那么法国的军方是说这个事情呢会分阶段来执行，但是也要等到敌对的行动比较缓慢的时候才能做。川普针对荷姆兹海峡，大家很熟悉，他就要大家自己去夺回这边的使用权，还有自己去抢油。那法国总统马克宏认为这根本就不可能啊！过境船只面对革命卫队和弹道飞弹的威胁，实在是太危险了。那么伊朗外长最新也说了呢，这个有关于荷姆兹海峡的事情，未来是由我们伊朗跟阿曼说的算，所以确实呢，伊朗跟阿曼现在已经在起草这个最新的协议了。接下来他们会来监控这些船只，而且呢，会有一个全新的收费制度，由革命卫队自己来建立。好，这些制度有哪些？我们稍微看一下细节。伊朗方面说了，这个船舶接下来你需要缴交文件，还有拿通行代码，接受护航才能够通行，并且伊朗呢设置了1到5级的分级制度。友好的国家可以拿到比较好的条件，通行费的部分现在也列出来了，每桶大约是$1起，可以用人民币或者是稳定币来做支付。那如果是用战前的运量来做估算的话，伊朗一年可以赚进$1200亿。最新消息，菲律宾已经获得了快速的通行保证，因为菲律宾跟美国是很不友好的国家嘛，所以呢，节目一开始我们也特别来请教尚之哥了。这个伊朗这一次拉拢的阿曼来共同监控荷姆兹海峡，而且采用的是5级的评分制度，还放行了菲律宾的船只等等，是不是刻意分化美国盟友呢？将来这些体系会成为一个金融跟地缘的一个新武器吗？尚之哥怎么看？我们看荷姆兹海峡非常非常有趣哦。每一战争，我们过去都是看战争这个打来打去、炸来炸去，但没有想到在这一次战争当中，荷姆兹海峡变成另外一个全新的主角，仿佛一个江湖外传这里头变成最大关键，因为它影响全世界的，包括地缘政治乃至全球的资本市场、能源市场，太深远了哦。我有个最近消息，究竟是为什么菲律宾能够过呢？其实，在投资圈里头讲，这个不是国家之间沟通，菲律宾跟伊朗沟通没有，主要是什么？主要是因为能源市场当中有非常非常多资本圈的掮客。那么要知道，伊朗过去作为禁运，能够跟伊朗政府沟通的，都只有特定一些江湖人士，你也可以说资本圈的江湖人士。所以透过这些人在从中跟伊朗沟通，而且据说赚取了大笔佣金哈。所以这里头其实现在这个战争财里头，荷姆兹海峡变成非常非常独特，全产业链包括掮客都在大赚其钱。好，我们来看现在荷姆兹海峡的变化，随着伊朗立法机构正式通过，他们要形成个制度性的收费。哇，伊朗动作好快哦，不是他们一厢情愿，也跟阿曼开始在进行沟通。我们刚刚看到所有的未来运营方式都已经完全出现了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伊朗在这一次的战略不只是很会打。那么打美军基地，对于美国还有现在舆论战也非常厉害。然后现在荷姆兹海峡当中，仿佛要变成一个未来支持美伊战争，无论怎么打，甚至停战了，这个地方还会继续下去。而且我们看荷姆兹海峡确实有点微妙，为什么伊朗敢这么做？首先，现在看起来美国攻不下来。其实未来对哈尔特岛当中可能会有所局部的进攻，但不表示你要把荷姆兹海峡能够拿下来。现在全世界在军事专业当中都在分析，你荷姆兹海峡能够恢复自由的前提，就是美国要打地面部队，跟伊朗决一死战，甚至到越战这样的程度。哇，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 long story， 而且一个复杂的状况，所以也很艰难。
除此之外的话，我们刚刚前面讲，全球各国当中能够团结一致把伊朗一起拿下来，这个可能性很难，整合也很难。而且我们从中国大陆的媒体当中辗转有听到，现在除了有中国大陆的外围在波湾当中，也有中国大陆的军舰在那个地方在看保护他们自己的船只之外，也传出俄罗斯是不是也有他们的潜舰，包括核动力潜舰也在周边虎视眈眈的看着这一切呢，也包括为伊朗挺进。所以这里头可不是只有美国势力或欧美势力在这荷姆兹海峡的外围而已。因此，如果这样子持续下去，而且收钱，乃至于阿曼同意了，波湾国家自己本身最后也形成个机制。你说付这些钱，你说沙特那一些就是说啊不愿意吗？他们有的是钱，只要他们还能够过能够赚的话，不是不可能哦。这里头美国的一个意志，并不见得都能够依川普想象的一切由美国来控制。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除了在美以战争的军事之外，荷姆兹海峡本身形成的一个战略，而且这个战略当中包括人民币稳定币的收费，我们现在看起来伊朗所规划的这些东西，每一点听起来都合理，每一点都仿佛可以实施。而且这件事情只要什么呢？第一，美国真的最终没有办法把荷姆兹海峡打下来。第二个，在波湾乃至于其他通行的船舰，大家都认了，国际就是这样子，一旦认了，这件事情就成了。所以荷姆兹海峡不只是在这次作为美以战争当中的一个延续性的，不只是一个话题或一个军事话题，它有没有可能成为未来一个在波湾当中能源系统，乃至延伸到全球的资本系统，乃至它形成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收费，巴拿马运河啊，以后全世界这种东西有没有所谓的这个荷姆兹海峡的这个机制，变成威权或有能力控制，就说了算，认了，就成为一个持续性的机制。很值得关注哦。好，现在看起来这个美国要去打地面战的难度是非常的高的，所以短期看起来，伊朗跟阿曼恐怕就已经定好这个初步的框架了。荷姆兹海峡会在短期内可能就是这样子收费。那刚刚是说了嘛，如果真的按照刚刚的收费方式来讲的话，那伊朗一年可以赚进1200亿美元。现在有个说法，他可以用这些更多的钱去做他的核武跟他的导弹，去加速研发，会这样吗？厉将军怎么看？菲律宾已经做了示范了哈。我们台语有一句“行过八道，再过不走”，这肚子还是比较重要的。你看菲律宾现在正在跟美国、还有日本、还有联合其他几个国家，共同在南海实施所谓肩并肩演习哈。按理说菲律宾应该是美国最忠实的盟友，但是没想到菲律宾居然第一个可以获得伊朗同意通过荷姆兹海峡，那背后到底是菲律宾怎么去跟伊朗谈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见的就是这个伊朗很明显的利用它荷姆兹海峡这张王牌在分化美国的这些盟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我想说，从菲律宾这个例子看得很明显，因为现在这个荷姆兹海峡被管制第一个这个最重的受灾户就是菲律宾，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没有什么战备储油，而且也没有什么用油量，现在反而要靠中国提供一些成品油给他，就已经炼好的，不管是柴油或者是汽油，已经炼好的才能够提供给菲律宾，让他们能够使用啊，甚至于肥料这个石油提炼出来肥料也提供给菲律宾。所以菲律宾它现在很明显，它第一个倒下去的，因为这个能源第一个倒下去就是菲律宾。那现在它当然在这种状况下，它去拜托伊朗，让它的这种这个运到菲律宾的油轮可以通行。那从这个例子我们就看一下，其他国家会不会陆陆续续的发生能源的危机？我觉得很快就会发生。再来，不管是这个，就算是韩国跟日本也都是如此，我们台湾也很难避免，包括欧洲这些国家也都很难避免。我这边要回到到最后只有一句话就是这个对自己国家来讲是利益至上，意识形态倒是其次。打这场仗是你美国自己在跟以色列在跟伊朗打仗，那关欧洲这些国家
什么事？关我们台湾什么事？如果说是跟韩国来讲的话，关他们什么事？对。那如果说因为你们要去打仗，害得我这个通货膨胀，害得我没有能源可以用，那你想想看，到最后我们讲一句很现实的话，到最后如果说用钱能够解决，那会不会大家就用钱解决了？尤其是你想想看，这些航运的，不管是油商或者是货轮、油轮的航运商来讲的话，对他来讲，这船卡在那个地方，他少跑一天，他又少赚多少钱，就要亏多少钱。那如果说是用钱可以解决，我觉得这些航商或这些国家，他们愿意用钱来解决。菲律宾已经做了示范，后面几个国家好，大家马上就会跟进了。好，这个菲律宾做示范，那接下来波湾国家呢？有钱的波湾国家会不会也是用钱来解决？这是他们一个考量的一个方案之一。那另外一个方案，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做的事情，就是他们已经考虑要建新的这些输油管线，或者是原本已经建好了，他现在要把这些输油管线，就是不要透过荷姆兹海峡了，用其他的管线去扩大它的这个范围。那我们来看到有几个管线，第一个是扩建沙烏地阿拉伯现有的东西管线，那这个管线长度是1200公里，其实在1980年代就建了，只是说现在他希望能够再扩建。那第二个就是提升阿布达比到这个富察伊哈的管线的输送能力，第三个就是要在沙国的红海沿岸增建出口港，只是说在沙国这个红海这边的这个管线会难度比较高的原因，是因为现在有胡塞组织在这边常常会去做攻击，那新管线可能会面临安全的威胁之外，还有建设的成本啊、时间都还是要算进去。接下来会不会这些海湾国家最后还是得听命于伊朗原本的这个我们讲了很久的这个收费制度？那张将军又怎么看？我认为这个区域稳定比较重要，因为你要建管线缓不济急，时间成本就很高，而且这管线的长度，阿拉伯半岛是全世界最大的半岛，320万平方公里，最窄的地方1200公里，所以你刚刚讲1200，最宽的地方是1900公里。你拿这个最窄的地方来看，你要盖1200公里的管线，你这1200公里就是人家攻击的战略目标。我重新把你打断就没了。你的目标，因为管线都是露天，你要盖在这个地底下的管线的成本非常的高。你怎么样？你要露天的盖吧？对。那你这样子刚好露天的打刚好，几个节点就打到就好。这个问题除了时间成本之外，风险成本也出来了。第三个，你到红海去运，红海又有了南端就是这个也门的胡塞组织又控你那个红海，你要出去，他所以打你的港口，要不要？那你就往北边往苏伊士运河走，那你往苏伊士运河走。它在这个的红海的这一段的航行的这一段也是被攻击的目标，所以想想看都没办法，都风险始终存在。你只是把风险移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你的建筑成本跟时间成本又增加了，缓不济急，区域稳定最重要。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认为他们宁可去花过路费，1桶1块美金嘛。你现在100块，那我就是101块就对了，我就收你1块，我这个一年就做收1200亿美金。伊朗的人口是9000万人，不到1亿。你看他马上每一个人增加了1200块钱。我讲伊朗很穷哎，每一个人增加1200块，那是对伊朗来看是多大的收入？就让你什么事都不要做，就是每一个人加，一年都加钱1200块。伊朗刚好你没有打这个伊朗战争，伊朗还没有察觉到他有这个战略利益。是你这一打之后，战略利益来了，我就以后就专门收过路费。这个是生金蛋的鸡。我干嘛要把这个金蛋的鸡把它放掉啊？你抓到这个了嘛？因为美国不愿意护航，美国护航成本太高了，所以才叫其他国那个法国、那个德国，还有意大利、还有英国来护航，那成本更高。他们是远道而来，又没有驻军的驻点，成本更高哎。所以为什么讲？这个时候区域稳定是重要的。你要护航会防不胜防，大家堆叠，那大家收过路费好了，大家平平安安、平平静静的通过。然后，另外虽然讲是1块钱美金1桶啊，但是这是公开的，私底下成本不一样的，因为大家每一个人他分5个等级啊，这个收费啊，有大车有大车的，小车有小车的，不一样。所以我们看1200，那是账面上，那其他的它是 under table 的，是台面下的还更多了。好，谢谢张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来看到美国现在中东打仗，但是中国大陆呢在背后结算吗？今天为什么要这样讲？原因就是因为现在有一个说法，人民币石油化是不是悄悄的上桌了呢？石油美元是否被掏空？全球另外一方面正在这个狂抛美债，这一场战争会不会改写世界霸权？今天一起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这个战争延烧到现在，其实已经打了1个月的时间了。我们一直在看说，北京会不会出手来帮忙这个调停呢？那到现在其实北京都没有太多的声音，也没有实质的介入。有一个说法，他是不是在背后正在偷偷的算计着呢？这是来自于《经济学人》他的这个封面哦，它的封面的标题是中国如何希望从这一场战争当中获利。那我们看着这个习近平就看着川普在这边偷偷的笑。经济学人怎么形容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呢？他说中国大陆现在做的就是袖手旁观。为什么要袖手旁观？这个是来自于拿破仑的格言，说当你的敌人正在犯错的时候，你不要去打扰他，让他继续的犯错下去。好，那么有另外一个说法，来自专家的说法，所以因为这场战争，他们认定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年不是一直强调吗？以安全为优先，经济其次，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是符合现在的世界格局应该要做的一个事情。那么另外一方面，真正的重头戏，另外也要来看到的是来自于外交家杂志，他们也特别评估了中东国家开始发现美国并不靠谱这件事情，可能只能收钱不能保命，因此现在也转向中东国家，希望能跟中国大陆会有更多的合作了。那么过去他们用的石油换安全，他们认为将不可以持续太久，要分散风险，所以中国将成为接下来波湾国家在战争之后的首选的合作伙伴。双方会如何合作呢？包括一起在基础建设，一起在能源，甚至在绿能转型上面会有未来更多的合作。所以北京到底为什么到现在还是不出手呢？是如经济学人所说的，当敌人正在犯错时，你不要去打断他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吗？波湾国家接下来是否转向中国等等？我们也请厉将军带我们看。第一个我们先讲这个为15美元是从哪里来的？当时这个等于说是中东国家将这个石油卖给美国然后大家议定说是用美元来计价。那时候曾经有过一个国家不肯用美元计价，那个国家叫伊拉克，美国就狠狠借了一个洗衣粉的这种编这个理由来狠狠把伊拉克打了一顿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应该还记得，那是2003年的事情。所以美国为了维持它美元的霸权，它就跟石油挂钩在一起那这些中东国家这个拿了美元之后，他就去买美债钱又回到了美国。那美国拿这个美债以后，他就去养美军这个美军来保护中东地区的安全。可是4个多年，形势已经改变。第一个就是美国本来是从石油输入的国家，现在变成他自己有页岩油以后，他不是这么依赖中东的石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就中东国家也发现说，从这场战争里面，他发现说是美国不是这么的一个可靠，也没办法保护他们的安全。虽然说他们将基地借给美国，可是我们这次看到很多国家也都因此而挨揍所以他们也想说，这个改成用人民币来做交易。为什么要用人民币呢？所有不管是美元、人民币或欧元，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收了你的钱之后，我可以拿这个钱，我再去买别的东西如果说我拿了这个钱，譬如说现在，假如说我们这个收的是这个印度的卢布来讲的话，卢比或卢布俄罗斯的卢布，那你在夜市里面他们不用你就没办法用，所以最好是我收了人民币以后，我这人民币可以再回头再跟中国去买中国的东西。现在中国可以做到这一点你看到人民币，中东国家他会想说，我收到人民币之后，我拿这个人民币以后，我可以第一个就是我来做我的基础建设，因为中国基础建设很强嘛。第二个，他可以跟中国买绿能中国现在绿能也很多，甚至于中国的科技，包括华为科技等等，所以他收了人民币以后，人民币可以用回自己国家的建设。那在这种状况下，我认为海湾这些国家，他开始会去思考，当美国不能提供他们安全的时候，我是不是让中国的人民币来做这个交易，
反而可以提供国家安全。所以对中国来讲的话，它可以借着这场战争，它的影响力深入到中东。所以说，难怪习近平会说，这个当美国正在犯错的时候不要去打断他，让他继续去犯错。好，同样的问题，那也请教张将军。我认为站在这个习近平的这个看法跟的立场，他会认为让子弹飞一下吧，继续玩吧，因为西方国家就是拿乌克兰去牵制俄罗斯，乌俄战争已经打了5年了，第5年了，是这样的。那现在拿伊朗来复制一下，拿伊朗去拖住美国，那会产生2个现象。第一个，美国军力下降，美国不是固若金汤，以前就感觉到美国这个军力无以伦比，攻无不克，然后固若金汤这个有如堡垒。到现在感觉到美国在这一方面，大不如前。但这一次的整个的战果，还有他整个战略判断错误，4天打到1个多月，反正在这一方面，美军的神话在这个地方动摇。第二个，按照依赖理论呢，会有一种依赖转移的状况，因为大家感觉到靠美国在这一方面会有所动摇的时候大家会去找老大，另外一个老大，值得可以依靠的，他们可能找一找之后呢，因为他们一般来讲可能吃了2次亏。第一个是美国的贸易战，也就是关税，在2025年的时候，让他们都吃了一些亏。为什么？都是关税叠加，到15%或15%以上叠加，让他们这些国家都受到了在经济上或大或小的这一方面的这种负面。那现在呢，他们要找一个这个我们的依赖转移，依赖转移到哪？可能会到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是世界上第2大经济体。第二个，中国大陆40多年没有战争了，40多年没有战争呢，韬光养晦，在邓小平那是绝不当头。那现在有所作为，可能这时候他可以扮演角色。为什么？可能向中国大陆买一些军武装备，像沙烏地阿拉伯、阿联酋，包含伊朗，都向中国大陆买武器包括防空飞弹，包括无人机，也包括部分的导弹，还有一些那个兵工厂，这个在中东的地区，我们知道，包含中国的歼10C，他的81飞行表演队还到那个利雅得、沙烏地阿拉伯去做飞行表演的。我觉得在这方面军事上的互动可能会增加。那增加，我们就到了依赖替代就出现了。那这样，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会式微，因为美国压担保，压什么？因为它压到以色列。那这些其他的这些阿拉伯的国家，他们是回教穆斯林国家，那他们要找一个依赖替代，那可能往中国大陆倾斜的这可能性就比较高。那美国会被稀释，美国被稀释掉之后，那中国大陆在中东的影响力会随着"一带一路"跟依赖替代2个双轨齐下，那中国大陆在中东地区所扮演的外交角色，还有军事角色，还有经济角色，这3大角色会加重。那这是美国所担忧的。为什么？因为体量就是那么大，当压到中国大陆多的时候，美国就会比较少，而且美国可能因为战争连续的关系，它的国力毕竟会受影响，所以它才会叫其他中东国家赶快缴钱过来大概将近有2兆美元，那不是天价或者美国缺钱了，所以美国的国债叠加升高，今年要破40兆，我认为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好，这些海湾国家为了分散风险，就是不单压美国了，现在也靠中国大陆在经济跟军事上面未来会有更多的合作。那伊朗呢？我们持续关心到伊朗，它现在正在考虑的是荷姆兹海峡的收费方式除了本币交易、稳定币收取过路费之外，现在还有一个说法是说人民币也可能会来做交易了。那针对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德意志银行就最新说了，可能削弱数十年来存在的石油美元，未来的主导有没有可能变成石油人民币？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新名词出现了。再来看到美债的部分，这个是来自于纽约的联邦准备银行数据美债在各国央行托管的部位已经降到14年来最低。反观中国的国债逆势走强，上次哥怎么看？石油人民币，我觉得这天蛮新鲜的，但我不认为但是确实是主要人民币慢慢的兴起但我觉得伊朗战争是重要的。我觉得人民币我不要说取代，当然至少跟美元要一起能够并存于这个世界。我认为还要历经10大转折，100个小转折。而伊朗，我觉得这次战争会是10大转折其中之一啦。要知道，美元现在变成全世界这个东西，其实是历经了非常非常长，有犹太人的脑子，是20次大战前后100年内，100年构成的过程，还包括美元跟能源绑定，把黄金取代，有几个大转折。
人民币现在我们先讲结论，就是它现在只在全世界流通当中只有3到5%而已，所以这个部分流通慢慢的不能增加，而且中国大陆还是很谨慎，人民币没有都撒开来印出去，因为有可能会失控，所以这里头基本上中国大陆是维稳慢慢的成长。要知道全世界对于美元、美债、美股的明智已开，发现不能被美国控制。我认为是2010年前后去中心化的思路，这理论架构出来之后，特别是加密货币出来，大家发现好像不是只有美元，大家才慢慢醒过来。比如说，过去全世界的钱都到美股，中国大陆钱也都去，一直到2010年前后发现，中国大陆也不能只去美股上市，才慢慢拉回来。美债作为国家都在买，也都是2010年，就15年前，大家发现好像不能都被美国控制啊。所以现在回到美元，所以我认为还需要蛮长的时间。明智已开，对于美元、美股、美债，其实就这10几年而已。所以你要抵美国这个80年很难。但我认为人民币会怎么进行？不是能源，不是石油。我认为人民币是现在看到中国大陆的战略是把中国大陆的制造力跟技术力转换成人民币，比如高铁基建输出啊、无人机这些科技技术。另外绑什么？能源不是石油，现在是新能源。我认为中国大陆来建构一个，因为能源都跟美元对抗，但是新能源是中国大陆用人民币可以直接结合，所以我认为人民币、美元跟石油传统以来这个东西，中国大陆有一个3足鼎立的这个新的架构，看得起来这整个国家推动到一直换人民币，而且比较扎实，制造力跟技术力，现在全球输出以及新能源。